我觉得工作好像真的是不太可能100% 是开心的。那这样说起来，你是不是认同说工作就是不可能开心这个论点？就是它会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但它也有很多开心的地方。但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些很多的开心的点，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上面？我觉得可能是某个程度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了我们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我就不会用这个看稿，改用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那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叫做工作不开心是不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好，那我们这集呢就会来讨论大家理想当中的开心工作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大家工作最不开心的地方有哪些，然后想要开心工作是不是痴人说梦？如果想要让自己在工作当中开心一点，有可能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每次电脑、手机显示容量不足，是不是觉得很烦躁呢？别再烦了，现在就买 Seagate 外接硬碟，让你秒 get 超大储存空间。全系列外接硬碟，多款装置都能够即插即存 ，Windows、Mac 作业系统皆可一指轻松备份。商品通过160道品质检测哦，还有市面上面唯一保固内救援服务，时刻守护你的重要资料。而且硬碟轻薄好携带，带出门不占包包空间，搭配高质感外观，多色设计，让你展现专属个人风格。即日起到6月底哦，到西捷虾皮卖场选购指定商品，享限定优惠。到官网登录再送肯德基美食券哦。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握优惠，把硬碟带回家吧。那我先来问，之前你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对你来说什么是开心的工作？你理想的工作长什么样子？开心的工作，理想的工作，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读一个一直在疯狂熬夜的一个科系，是都市计划系，对，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不要一直熬夜了。然后呢，我不想要一直漫无目标的在前进跟学习，所以我那个时候很痛苦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疯狂的学东西，然后学了东西之后再把它应用到我的实习上面，然后老师又跟你讲说，你这个做的不太好，你这个东西做错了，然后我就一直在不断的循环，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的第二个想法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想要一直在这个你做的事情，然后就一直被打枪的这个过程当中循环。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我希望我的回馈是及时的，因为都市计划它是一个你做下去，你可能要等20年、30年它才会实现的东西。然后我深深感觉到我没有那么的有耐心，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我可以看得到回馈，大概是这3个吧。那当然还有其他可能一般大家会在意的，像是钱啊，或者是一些生活形态等等的。我们也有整理过网络上讲的一些大家觉得理想的工作应该什么样子。那大概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什么工作时间要稳定啊，然后薪资不错，同事好相处，就大概都是这几项。可是，在现实上呢，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人的工作其实都很不开心。不开心的有哪些啊？这个我们也一样从网络上找到大概6大项，就是第一个是为什么赚那么点钱要付出这么多时间，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个工作量很大，加班很多，压力很大，这种让身心灵不平衡的问题。好，然后接下来还有是帮别人擦屁股，就人际关系，雷同事、恐龙主管，或是职场 PUA 这些事。然后再来是客户嘛，就是除了内部之外，外部客户很可怕，然后让人很心累。然后再来还有关于自己的，就是比如说觉得自己工作都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或是不能认同或是不能理解公司现在在开发的目标，对，这都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开心的原因。听起来就是有一些是消耗，然后有一些是不自由，然后有一些是对于现在的投入所换取的未来的茫然。然后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茫然，所以就会觉得现在的这些事情是比较没有价值感的，就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不自由，对我来说确实是好像是蛮多人的关键，就是觉得你在工作上其实你根本没有选择，所以其实不是换工作的问题，因为当你觉得工作是件没有选择的事，你去到哪里都会不开心，然后觉得很痛苦。然后我想这个也是有很多就是社畜们的共同感受，就是甚至你会有点绝望到觉得说在工作上想要去追求快乐，根本就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志祺你觉得呢？你自己会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刚刚讲到没有选择这件事情，我是蛮有感触的。就我们公司一直很追求选择权嘛，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选择，我就是被你绑住，我就会觉得超烦超痛苦，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扩张我们的选择权，这个是我自己有感的。然后另外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曾经就很好奇的调查大家说，你
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你最想要怎么样？我发现最后找到的那个交集是有余裕的生活。就是跟选择好像也有点关系，就是我今天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用想太多，我可以选择去买这个东西，即使那个不是一个很贵的事情，但只要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很多的选择，好像大家就会过得比较幸福一点点。就是那个余裕，它不只是物质上的，你在心灵上的余裕，然后你在时间分配的余裕，其实都是我觉得让人开心的地方。当我们如果把它从生活拉回到工作上面，我觉得工作好像真的是不太可能100% 是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这样子也是蛮容易遇到一些很痛苦的事，像是你遇到不熟悉或不顺任务嘛，你就是会觉得很辛苦，要做新的产品。对，我们那么常在做新的内容，我现在拍那些 shorts 或者是我拍那些 IG 上面的照片，我其实每次都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你会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子做是合理的吗？是对的吗？还有效益吗？对，这个就会一样嘛，有效益就找不到意义，然后我就觉得甚至是你还没有感受到乐趣的话，就无聊跟痛苦。大学的时候也会打工，也会遇到一些这人怪怪的，对，或者是我也会遇到那时候的长官怪怪的，又或者是当兵的时候，当兵遇到超多很奇怪的人，或者是客户嘛，也都会遇到一些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些蛮痛苦的经验，这我能够懂，就是而且也要没选择，就是你就是必须要听他的，在当兵的时候感觉他就这样，我觉得可能跟同事感有点像，就我又没有办法那么100% 去选择。我的同事是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那这边有很多的协作啊，然后摩擦的过程会让人觉得比较消耗啊。那这样说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认同说工作就是不可能开心这个论点？我没有很喜欢这种非黑即白的概念，就是但我认为说工作里面是有些地方是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找到这个工作要怎么样开心它是一种自我的调整，就是它会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但是它有很多开心的地方，那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些很多很多的开心的点，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上面，我觉得可能是某个程度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的。这种叫做所谓的开心的感受，就是如果你去觉察到一些开心的感受，就是有这个开心感，你就会有那个动力去投入一些资源，然后投入了资源去这个不管是心力也好，或者是实际的钱财也好，时间也好，你去钻研它才会进步。然后当你有能力去进步的时候，其实你才会慢慢的去扩充这个选择权，因为你可能可以，我做的就是比较快了哦，或者是你今天你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把它从开心变到你已经变成擅长了，擅长的事情就是可以拿来赚取，对，你就会变成是可以获得资源的，你也会做得开心。它有点吊诡，就或许这个找到那个开心的点，就是让你能够自己过得开心舒服的生活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起头。好像是我因为这一期我认识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人，然后看着这些人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他登上顶端，我就觉得这个好好玩哦。或者是当我今天回顾，我发现我以前做这件事情很痛苦，我现在已经很擅长。例如说，当我回顾我过去每次走中的那个心路历程，因为其实我会记一下，就我当时多么的紧张，然后再在想什么事，我会发现我现在长大了。就当我感受到我以前很废，然后我现在可以比较用平常心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蛮开心的。我就觉得那我过去没有白活。但我觉得这边有个蛮吊诡的点是，会不会是其实是因为你是老板的身份，所以你才会这样想？我可以理解你说你在工作里面有开心的感觉，才会想要持续去投入，去进步。但其实对我相信蛮多人的感受是，我持续去投入，持续去进步，但我做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产值。有的人甚至他非常喜欢那件事，花了非常多的心力，他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那你要怎么去解释这种事情？我觉得开心的事情跟擅长的事情，开心是自己的事，擅长是跟别人比较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开心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可能也没有真的很擅长，又或者是你擅长的这件事情刚好就在这个市场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就是刚好，就例如说你今天你现在很会画素描，你可以把东西画得100% 一样，在过去某一个年代它可能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但现在就有照相机了，大家会需要这件事情就被分散掉了。所以我觉得开心啊、擅长，然后或者是这种跟薪资、市场价值上面，它其实基本上是有一点点脱钩的。所以如果单纯就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很开心啊，我做这件事我也很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为什么我没有从这边得到好的待遇？你可能会一直处在一个比较痛苦的挣扎里面，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大的逻辑关系。我想要开心的工作，这句话它其实是一个有点抽象的话，就是你的目标是最后的那个开心吗？
还是它其实是说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有充斥着一些开心，其实它就不错了。所以这个开心，它当然不，我现在不会讲说开心是不重要的，因为开心会让我们投入资源，所以它其实可能是更像是一个领先指标。就你要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察觉到说，我有点开心，你才可以确保说，因为我开心，所以我会投入资源，所以这个工作我有机会做得比现在好。那有一天我会让我获取资源的能力变得更多，所以它是一个拿来当做 hint 的事情。可是如果它被我们当作是我就是最后要追求开心的工作，至少我自己目前没有遇到。我自己现在在做这一期，我每天也是面对很多的大便啊，所以我可能会觉得它是重要的，但或许不是最重要，以及不是最终的目标。这样整串听起来，我觉得其实结论就是你想要在工作里面同时得到赚钱，然后跟开心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那对你来说，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让你至少稍微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经历的不一样啦，但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是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我以前有一阵子在追求，我也有过这个追求快乐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追求快乐让人有点累。我有一阵子我就很强迫自己要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但我后来觉得硬去把自己压成平静，这其实也不是很健康。它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重点是你要懂得跟开心的感受相处，然后你要懂得跟低的情绪相处，然后不会让你低了之后你就觉得天哪崩溃，然后之后又变得更低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去觉察说，对，我现在好像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那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那这些元素有哪些？那我有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容易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当我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做的第一个事是我开始去比较明确的记录生活当中开心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它发生的情境大概长怎么样子，然后我让我生活当中的时间去趋近这个系统里面。例如说，我今天知道我拍照现在就是很痛苦，那我就没有办法让我每天的生活都是拍照嘛，或是我今天我知道我每天都要录影很痛苦，那我就应该要把这个录影呢想办法调整成我结束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些我开心的事情，又或者是我让他的痛苦不要被放大。我知道我今天录2小时的痛苦指数会比我录40分钟来的高，那我就一直去克制它，我就是只录40分钟，然后我会慢慢的发现我的承受值其实变大。像以前我可能录2集我就已经超痛苦了，现在我可以录到3集，所以这个记录的改变也会让你觉得我有点成长，所以我过去的这些承受痛苦它不是没意义的，它随着时间的变长，我发现我能够接受的事情变多了，然后我开始可能因为我那些东西变擅长了，我开始有心力去觉察里面东西有趣的部分，所以可能看以前跟看现在，你会发现表演稍微再多了一点点，我可以做一些奇怪的表情了，对，有余裕了。可是这个事情的开心，你看它并不会在每天录影的过程当中，我就察觉到我是开心的，而是它在我回顾发现了过去的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开心。你未来回头看的时候，印象会有点差别。对，因为你回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只会记得4件事情，就是那个事情的开始，那个事情里面最让你感觉最差的地方，然后让你感觉最爽的地方，然后还有结束，你就只会记得这4个点。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去把这些回忆变得更棒的话，其实你就只要去调整这4个点就好，你只要让你的做每件事情的开始是舒服的，你结束是舒服的，然后中间呢遇到低谷的地方不要真的是太低，遇到开心的地方呢，你可以让它加倍的开心，最后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开心的体验。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打工的人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是工作的重复性偏高吧。没错，你其实很多时候像刚刚说你可以去调整你工作上的一些形态，比如说我不喜欢打电话，那我就用文字。打工的人来说，他可能没有这样的选择，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某部分来说，也是因为当老板才有办法适用，就是对做员工的人来说，可能不一定觉得有帮助嘛。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这个选择权老板应该还是比员工多一点点。就我自己的经验，的确重复性高，然后成长空间有限的工作，确实就是会容易让人感到这种困顿啊，还有无力，因为对吧？就工作内容确实不是很多时候是可以自己选的。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我是认同，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因为调整跟回顾这件事情，它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有可能调得更烂了。没错，所以你不一定改了过后就会变得比较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你不知道怎么改变，然后觉得卡卡的，其实有时也是一个很常见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对的，就是
行动或改变，它本来就不可能100% 带来好的结果。可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不亏的，就是最早的那个理解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你到底喜欢哪样子的事，你对什么样的事情会感到开心，你会想要投入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把你先理得很清楚了之后，再去跟其他的人做比较。这边它是两段的，就是做比较的时候，了解你自己相对于其他人擅长的到底是什么。这些了解自己的过程，我觉得它都不会亏。所以即使后面的行动有可能失败，那有可能是因为当下的情境、当下的这个世界啊，或者各种等等的外在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然后你持续的掌握自己的话，我还是比较抱持着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是你这样才有可能是当机会出现的那一天，你是可以接得住这个机会的。有的时候，工作就也没有那么多会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就它不一定要是一个开心的来源。对对对，搞不好也是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来，所以这里可能有点像是一个任性的概念。就如果我今天只有这个，然后我就把所有快乐都一定要连接在它上面，那我应该人会过得蛮痛苦，因为你还是没有选择权嘛。可是如果我今天有多样的工作，或者是我今天有不同的兴趣去支撑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更稳固的系统。好了，那今天讲的呢都是一些比较个人的想法。那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答案。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可能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单向的沟通，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完了这影片，好像就结束了。那我其实相信更多的想法或者更多的经验启发都会在留言区的地方去跑出来，所以也欢迎呢所有观众，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想要补充的，都欢迎在留言区补充或者是反驳我。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工作会有开心的吗？你觉得怎么样的工作会比较开心呢？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